金翅大鹏鸟点点头，转身在血海之中疾驰，双翅挥舞，在四面八方掀起一阵阵狂浪激流，让血海彻底沸腾。正此时，一抹白光破开激浪，朝着大城急窜。金翅大鹏那狭长的双眼微微眯起，不用白泽招呼，身形极快地飞扑而去。白光之中潜藏着纤巧身影，丝毫不惧，双目凝神，立刻就要拔剑相迎。但是金翅大鹏鸟飞得太快了，少女反应不及，人影交错。君鹏！大城边缘传来一声着急的大喊，金翅大鹏鸟收手倒也算是及时，就听金翅大鹏鸟封住少女的法力，提着少女的脖颈，身形一闪，回到白泽身旁，将抓到的少女放到白泽脚边。金翅大鹏鸟转身潇洒而去，继续在四面八方掀起狂浪，阻止修罗族靠近此地。原图剑。白泽皱眉看向少女怀中的宝剑，又扭头看向断墙上站着的魁梧身影。青牛有些不好意思地蹭了蹭牛鼻子，脸都快红透了，夹着双腿晃来晃去，小声道了一句：这个，这是我在修罗族中的好友，可否不打杀？断墙下方，一想到如何突破肾气的李长寿，此时也不由睁开双眼看向青牛。侧旁，太乙真人的手肘撞了一下李长寿的胳膊，对李长寿挤眉弄眼：人叫做奇，野豹盗驴。李长寿有些无力吐槽，自也看到了那把原图剑，心底思索一二，嘴角露出少许笑意。算计什么的暂且放一边，这个兜大王动了春心可不是小事儿，这要是处置不当，直接影响到老师和老君出行是否安稳。我所知的西游劫难中，兜大王有夫人，这个倒是真没什么印象了。不过按常理推断，这银发少女应该是修罗族的高手，应该是和西游故事没什么关系的吧。长庚师弟，此地乾坤被封锁，无法用乾坤遁法，也无法破开虚空过去。对方布置的乾坤大阵仿佛一颗圆球，毫无破绽。此事我已知晓，不过不必担心，我已有办法处置周围的肾气。这是谁的嗓音？长庚，这名字好熟悉。银发少女睫毛轻轻颤抖着，感受着元神周遭的风劲，心底莫名的一阵焦急。又听太乙师兄，穷笑，稍后我会用指道人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打探清楚殿内的情形。这2张纸人给你们，你们各自留一道化身在这儿。虽然有太极图遮掩，但也不能大意，我们做事要尽量的周全一些。记得，我们的第一目标是取走红莲，第2目标是毁灭红莲。当我确定这红莲无法为道门所用，就会捏碎这个玉符，你们及时后退，拉开距离。我将会启用大灵豹毁灭红莲和冥河老祖残魂，将此地夷为平地，彻底拔除此地隐患。大灵豹！银发少女的道心轻轻震颤着。正此时，元神感受到了一股温暖的法力，双眼睁开一条缝隙。银发少女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陌生的侧脸，但对方那般玄妙的道韵让她道心猛地一震。水神，天庭水神，那个能让西方教圣人吃亏，让武夷5次3番告诫我千万不去招惹的狠人。水神的大灵豹我自是见过的，今天竟然要用来夷平此地，不要！银发少女小声地喊了出来，随着她的嗓音传出，浑身法力也再次流通，元神周遭的禁锢悄然消散。一张还算英俊的牛脸从侧旁挪了过来，填满了银发少女的世界，笑着问：你醒了？银发少女的身形立刻向后缩，灵敏地跳起身来，目光越过面前的壮汉，落在李长寿与他面前的琼霄仙子太乙真人身上。
惊、怒、惧。少女想要开口说话，但是嗓间轻轻一颤，下意识地摸向自己的手边，握空了。我的剑。在这儿，在这儿。青牛答应一声，转手将原图剑拿了出来，双手捧着递给少女。侧旁，李长寿、琼霄和太乙真人只是看了这边一眼，就继续商量自己的。他连忙将原图剑抢了过来，发现剑上的重重禁制，秀眉轻轻一皱，他跟剑都被俘获了。但是随之，少女看向青牛，目中满是悲愤。你们是一路的。这纯粹是误会。我此前遇到你的时候，还不知要来此地增援。不信你看，3教顶尖高手都中埋伏了。顺着青牛的指尖看去，少女立刻见到了侧旁熟睡的道门8大高手。青牛想着此前长庚师兄指点的说辞，立刻长叹一声，炯炯有神的大眼之中满是诚恳。他放缓语气，沉声道：我对你并未预设立场，只是在血海中偶然相遇。如今虽已知晓你我今后就要相对而立，但是最起码我不会将拳锋再对准你。言罢，青牛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掌心，脸上写满了遗憾，又缓缓舒了一口气，抬头努力露出几分诚挚的笑容。可能就是误会了吧，但也就挺难受。银发少女轻轻皱眉，仰头注视着这个魁梧壮汉的面孔，不知为何，明明此前是那般的厌恶，此时反倒是泛起了少许不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青牛目中略带绝望地问着，似乎下一刻就要永世别离。银发少女道：我名铁山，是修罗族公主。青牛双手抱拳，并未多问多说，而是做了一个道揖，沉声道：此前多有得罪。少女铁扇抿起有些泛白的嘴唇，低头抱剑还了一礼。只是短短的几句话，青牛一举扭转自身形象，从此前纠缠不清的浪牛变成了深情款款的老牛，并且在铁扇的心底留下了浅浅的印记。以上台词指导、动作指导、表情指导、情绪指导等等，都来自于天庭水神李长庚。李长寿突然回过神来，仔细地品味着青牛和银发少女的对话，捕捉着这里面的信息点。铁扇公主罗刹女，牛魔王的夫人红孩儿的娘亲，这搞错了吧？兜率宫青牛是一把金刚镯耍了漫天仙佛的独角斗大王才对啊，这怎么就……李长寿的额头挂满了黑线，空明道心发挥作用，强行将他波动的情绪抚平。哎呀，没想到在西游劫难之前竟然还有这么多小故事。不过我这个未来的太白金星好像也在故事当中啊。念及于此，李长寿的嘴角释出少许微笑。随他们去吧。少女铁扇的目光越过青牛，落在李长寿的身上，眼神有着几分惧怕，但是很快就被坚定填满。道友，可否请你让开？我需去面对强敌了。青牛低声叹了一口气，向后挪了半步，有些欲言又止，但是终究只是背负着双手望向天穹。少女铁扇缓步向前，目光死死地锁定在李长寿的身上。李长寿扭头看了过来，嘴角露出少许微笑。你要对我动手？是。为何？侧旁的琼霄干脆转过身去，努力憋笑。少女轻轻皱眉。你要阻碍老祖复生，
我是修罗族公主，我必须阻止你。李长寿看向青牛，笑道：“师兄，我已看在你的面子上，饶过他一命。”长庚师兄，青牛面露为难：“我当真不知该如何劝他，立场对立，也只能选择成全他。此事与他无关。”少女想要拔剑，但是原图剑被套了太多的封禁，此事无法拔出。李长寿摇摇头，背过身去：“罢了，我就当从未见过他。今日冥河老祖决然无法复生，此事我说的。稍后若在前路见到你，定不会再饶你性命。看在我这位师兄的面子上，你走吧。”少女不由一愣，抬头看看李长寿，又看看侧旁的青牛。银牙咬着嘴唇，低头对着李长寿抱拳行礼，又扭头对青牛酷酷地道了一句：“我欠你一条命。”言罢，他提着圆图剑迈步前行，自李长寿的身旁走过，踏出太极图笼罩范围。青牛连忙追出2步，却被李长寿抬起的胳膊阻住。“铁扇！”青牛满是担心地喊着。那少女脚步未停，走得反而更快了一些，但是刚走不过10多步，身形摇摇晃晃，朝着侧旁缓缓软倒，气息平和舒缓，就地睡了过去，顺气入梦。这时李长寿阻拦青牛的胳膊能够感觉到青牛身上即将爆发又引下去的力道，这是真的动了心念呢。太乙真人在旁边摇头轻叹：“哎呀，水神骗起小姑娘来，当真是一套一套的。”李长寿满头黑线，明明是这个修罗族72公主之一的少女太过单纯，好吗？琼霄注视着银发少女昏睡的模样，捏着下巴一阵思索。李长寿笑道：“可是有了什么妙计？”“没，我在想，我把头发弄成这样，会不会更好看些？”琼霄拨弄着身前的一缕秀发，如此嘀咕着：“记得跟你姐商量一下。”李长寿随口应一句，抬头看向远处的那一座大殿，没反应。原图剑可就在这儿，相当于送上门的神兵，对此时的冥河老祖定是大有裨益才对。又过了一阵，青牛面色有些忧虑：“长庚师兄，我去带他回来吧。”“别急。”咻的一下，太极图下的李长寿刚要开口，大城正中废弃大殿之中突然就飞出了一抹血光，那血光凝作一张大手，将地上的少女捞起，拽回殿中。见此状，李长寿露出几分微笑，略微扭头：“按计划行事。”琼霄和太乙真人各自颔首，缓缓飞到半空。琼霄记起金蛟剪，太乙真人记起九龙神火罩，此刻按兵不动。他们要夺红莲，必然要进入这一座大殿，但是如果只是扔法宝砸人，做一点拆迁之事，自是不必亲身过去。李长寿找了一个舒服的位置，在太极图笼罩区域的边缘盘坐了下来，整理着自己的思路。血海各处该调动的都已经调动了起来，双手同时并起剑指，在双目之上缓缓划过，双目化作湛蓝色，背后浮现出了一面散发着阵阵神光的宝幡，水神宝器，造武旗。浓郁的天道之力包裹住李长寿。李长寿袖中飞出一只厚厚的指道人，其内有一颗金丹滴溜溜的旋转，化作了天庭水神常用的老神仙模样，甩动浮尘，迈步向前。指道人走了不过5、6步，李长寿本体的左掌掌心绽放出雷光，将已经不算浓郁的困意打掉。殿内的道友，可否一叙？话音刚落，那废弃的大殿之中射出了一道乌光，毫不留情地将李长寿的指道人撕碎。太极图下，李长寿只是闭目盘坐，袖中又飞出了一具指道人，再次走出太极图笼罩之地。第2具指道人施展少许遁法，到了刚刚指道人破碎的位置，继续向前。殿内的道友，可否一叙？
又见乌光闪耀。李长寿第二具普通指道人瞬间被斩。琼霄俏脸一怒，想到李长寿反复的叮嘱，暂时忍了下来。那金蛟剪化作3丈长短，双刃开启，2条太古蛟龙的虚影在缓缓游动。李长寿袖中又飞出了第3具指道人，遁到前一具指道人所在之地，缓步向前。这一次，殿内那不断出手的黑影握着手中长枪，明显犹豫了一下。这黑影低骂：“这水神的化身无穷无尽吗？”侧旁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回答：“太清的2弟子自有过人之处。”哼！那持着小鹿神枪的黑影冷哼半声，手中的长枪点出一道乌芒，将李长寿的第3具指道人再次撕碎。但是这一次，太极图之下传出了一阵阵怒龙嘶吼之声。先是金光闪耀，2条太古巨蛟自太极图之下窜出，双尾互相交缠，身躯骤然化作1000丈长短，对这座废弃大殿直直砸来。又见火龙呼啸，9条4爪苍龙包裹着橙红火焰冲天而起，在那2条巨蛟之后凶猛扑下。大殿之内，一道黑影将手中的拐杖砸在地上，大殿周遭出现了一层冰蓝色光罩，开启了此前准备的阵法。但是金蛟剪乃通天教主亲赐重宝，琼霄为截教8大弟子之一，此刻近乎全力出手，又岂是那般容易抵挡的？就听得金蛟嘶吼，狠狠撞在大阵阵壁，那冰蓝色的光罩几乎被巨蛟直接撞碎，各处不断闪耀，底部出现了道道裂缝。随之而来的9条火龙接连冲击，让那些裂缝逐渐增大。